这个周日，西班牙对阵阿根廷，世界杯决赛。中场哨一响，球场中央会发生一件足球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麦当娜、夏奇拉、防弹少年团，一场10来分钟的巨星中场秀。为了给这场秀腾出时间，国际足联把中场休息往后延了。你可能没意识到，中场不超过15分钟是白纸黑字写进足球成文规则的，100多年没动过。早些年南美足联想把它加到25分钟，还被以球员健康为由驳回。这一次为了一场演出破了。而且不只是中场，这届世界杯还立了条新规矩，每个半场中间雷打不动加一次3分钟的补水暂停。比赛第一次被官方切出这么多段暂停，而每一段暂停都是一块能卖钱的广告位。你发现这里的变化了吗？过去是商业围着比赛转，谁来转播谁来赞助，现在反过来了，商业开始动比赛本身的结构，把原本不能卖的比赛间隙一段一段做成了库存。而这只是这门生意最新最显眼的一角。一场90分钟的比赛早就被拆成3种权利，卖了3次。注意，不是把一份产权重复卖3遍，那叫诈骗，而是把内容、注意力、数据3种互不冲突的权利分别卖给3拨人，完全合法。先把话说前头，你看球图的是快乐，花钱买会员也好，打开央视免费看也好，你情我愿，没人偷你钱包，也谈不上谁亏了谁。真正有意思的是另一件事，在这3笔你看不见的交易里，你的位置一层比一层靠边。先是有人为你的观看买单，接着你本人被打包成广告受众卖掉，最后到了数据这层，交易里根本没有你，你只是被隔在结算网络外的旁观者。一场你看得开开心心的球，背后被拆解结算得有多彻底，才是今天要拆的3张发票。先看第一张发票，内容也就是看的权利。在英国，你想看英超得掏钱买天空体育 TNT 的会员，可你大多数中国观众打开央视 CCTV5 就是免费看，全部104场，1分钱不花。先把这个免费记在心里，等到第2张发票你就明白它意味着什么了。但不管你付不付钱，买到的都不是球赛本身，而是一个临时的观看窗口。版权方为了把这个窗口卖出高价，会把90分钟做极精密的拆包。以变现效率最高的英超为例，出售2025到2029周期的本土转播权，总价高达67亿英镑，每季约267场直播，拆成5个直播包，分开拍，让天空体育 TNT 为不同窗口重复掏钱，再把全380场的画面单独打包成集锦包卖给 BBC。同一场比赛切成实时、回放、集锦，分别卖给不同买家。国际足联2023到2026周期的全球电视版权预算同样高达42.64亿美元。而且你虽然付了钱，买到的直播画面却自带10几秒到几十秒的延迟。你在屏幕上看到球员射门时，这一脚在草坪上其实早就完成了。你买到的只是一个在时间上延迟，在结构上被拆包的二手通道。第2张发票，注意力，它正好戳破第一层那个我看央视不要钱的错觉。央视花钱买下世界杯版权，免费播给你，靠的是广告招商回本。换句话说，你不掏钱不是占了便宜，而是因为你不是顾客，是货。从你盯着屏幕那一秒起，你的注意力就被以1000人成本，也就是广告 CPM， 买1000双盯屏幕的眼睛要付的钱成吨批发给广告商。免费看球的你其实跳过了付费者，一上来就是第2层的商品。很多人以为足球广告是中场那15分钟最贵，其实未必。中场休息时，不少人会离屏去倒水、刷手机。真正值钱的是比赛没中断，你也走不开的那种时刻。现在你就明白，国际足联为什么宁可破100多年的老规矩，也要在决赛中场塞一场巨星秀了。中场本来是全场最容易走神、广告最不值钱的一段，一场麦当娜和防弹少年团级别的演出，能把观众重新盯在屏幕前，把这段注意力低谷直接炒成全场最贵的广告位。那2次3分钟的补水暂停是同一个道理，比赛没停，你还惦记着接下来的攻防，视线不会走。转播商往这1-2分钟里插播，创造出的就是昂贵又没法跳过的广告库存。这些新库存正在推高整体报价。世界杯后期的比赛，一条30秒广告的报价从小组赛的30-40万美元涨到上百万，甚至200万美元。广告界自己就把补水暂停这类新增库存列成了涨价的推手，当然离超级碗那种一条800万美元还差着一个量级。全球看，体育视频广告的1000人成本大约56美元，折算到你个人头上，全神贯注看30秒广告，广告商付给平台的钱大约是4毛，你的注意力在账本上比一根最便宜的辣条还廉价。
更精密的变现，在你以为一成不变的场边广告牌上。2024年欧洲杯，不少中国观众发现，电视里那圈场边广告全是中文，白酒、手机、电商，可现场根本没有这些牌子。这批中国特供广告是给中国的转播流单独渲染上去的，当时还上了热搜，球迷吵成一片。这叫虚拟广告围栏。在一种主流做法里，场边那块牌子被当成绿幕，通过转播信号实时渲染，给不同国家的转播流换上不同品牌。物理上90分钟的一面墙，在空间上切成10份，卖给10个国家，库存一下就从90分钟变成了900分钟。当然，它不能无限膨胀，有些国家和地区对博彩、酒精这类广告设了红线，能替换成什么受当地法律约束，可售库存并非无限。而这一层意外造出的新库存，往往会引发整条利益链重新分配。据第三方估算，转播商福克斯靠在补水环节增设广告，意外多赚了上亿美元。但这笔钱留不长，下一轮版权竞标，联盟的会计倾向于把这部分变现能力直接算进标底。中游转播商今天想出的变现路子，下次续约往往变成被上游拿走的版权抵租。不过这条逻辑只在竞争激烈的竞标市场，比如欧美版权竞拍里成立，买方单一垄断的市场，上游反而涨不动。中国就是现成的例子。2026世界杯，国际足联开价3亿美元，最后被央视6000万美元拿下，买家基本只有他一家，上游就抬不起价。这也可以当成一条事后能检验的预测。2030周期新一轮谈判，去看联盟会不会把场内广告库存和补水时间直接写进合同底价。如果说前2张发票还围绕你看球，第3张跟你完全无关，数据的买卖。这一次商品是球员每一次传球、拦截、跑位所转化的实时结构化数据流。这笔生意的买方是全球博彩公司，卖方是赛事联盟和他们授权的数据分销商。很多只买中国竞彩的老球迷会问，开球那一瞬间不就封盘了吗？那是中国体彩为合规和防沉迷做的赛前停售，但在国际主流博彩市场，真正高频流动的是场中滚球盘。整整90分钟里，赔率随场上每个动作实时变。这些动作被采集、结构化，通过数据网络卖给博彩公司。数据供应商说，官方低延迟数据能比部分电视画面领先大约3到4秒，不是他们能未卜先知，只是你的转播画面要经过编码、压缩、串流，物理上慢了这几秒。至于这几秒怎么变成套利，那是我们姊妹篇进球后的第1秒讲的，这里点到为止。到这一层，你的身份再次降维，你成了局外人。交易的数据是球员的动作，流向是博彩服务器，你连当商品的资格都没有，只是坐在屏幕前盯着一个滞后画面，被挡在结算网络外的旁观者。这里董哥会提个法理质疑，一脚传球一个比分只是客观事实，法律上谁也独占不了。既然比分人人可见，数据商凭什么收独家授权的钱？这恰恰是数据巨头最核心的壁垒。在美国法域，著名的 NBA 诉摩托罗拉案确认过，实时比分这种事实本身不受版权保护。但数据商赚的从来不是事实的钱，事实谁都能看，他们卖的是第一手的准入、更快的速度、结构化的整理，以及一个官方认证的资格。这些东西能写进合同，独家出售。举个例子，在英超一桩纠纷里，官方数据方就用球票条款加现场安保，把竞争对手派进场人肉采集的球探赶了出去。事实不归你，但谁能第一时间以官方名义把它交付出去？这个资格能做成一门收费的生意。谁能定义官方限时，谁就能收钱。把90分钟拆成内容、注意力、数据卖3次，听起来是套环环相扣的变现逻辑，但审计的视角不会停在这层表面，这套精密工程的底层藏着一条经营杠杆的裂缝。这门生意的本质是一笔时间对不上的账。上游的英超、国际足联最强势，签约时就要锁定长期、固定、前置的版权成本，而中游的转播商、数据商只能在下游广告和订阅收入还没到账时，先把这笔天价固定成本扛下来。上游固定又前置，下游浮动又滞后。用财务的话说，这就叫经营杠杆。上游固定且前置，下游浮动又滞后，这种错配把相当一部分需求风险搬到了中游肩上。中间商能靠广告预售、转包合同做部分对冲，但一旦宏观降温，高昂的固定成本就会变成压垮财务的重担。最惨烈的事实已经在违约诉讼里曝光。内容侧，苏宁旗下的 PP 体育高价竞标英超版权，泡沫破裂，因欠付版权费于2020年被英超单方面解约，此前预付的将近1半权利金全部打水漂。
2022年，英国高等法院商事法庭判他赔英超2.13亿美元的欠款与利息。数据侧最典型的反转发生在 Endeavor 集团旗下的 IMG Arena 身上，他竞拍了大量网球、足球联赛的独家数据分销权，背上沉重的保底固定成本，连年巨亏。2025年 Endeavor 把整个 IMG Arena 转给对手 Sportradar 时，收购价是0美元。不仅如此，还得反向倒贴 2.25 亿美元，只求对方把这个合同包袱带走。曾经被当成数字黄金的独家数据合同，在时序错配下变成了一个负转让价值的包袱，卖方倒贴2亿也要送走。把比赛间隙做成库存，能多卖钱，但代价在另一头。国际足联当年拒绝延长中场，理由正是球员长时间静止后受伤风险上升，补水暂停打断攻防节奏，越来越多的暂停让一场球看着越来越像被广告切开的电视节目，商业化抬高了收入，也在动比赛本身的连续性和体验。这是这门生意还没结账的一面。说到底，变化是这样的：过去是围绕一场比赛去出售它衍生的商业权益，现在这些商业权益开始反过来塑造比赛本身。一场90分钟的顶级球赛被拆成内容、注意力和数据卖了3次，你3次在场看得开开心心，可对照底层的账本，有人为你的观看买单，你被打包成广告受众，到了数据这层交易里根本没有你，你的位置一层比一层靠边。这不是谁坑了你，是这门生意本来就精密到这个程度。而买下这些权利的中间商也在替上游扛着市场变数，其中一些最终在债务和违约里艰难止损。这一切大多进行的合规而规范，每一层背后多半能找到对应的合同、判决或财报，因为在现代体育商业的账本里，上游早就用合同把各方的位置大致配平了，观众贡献时间和金钱，中间商替上游扛下风险，而联盟静静守着那扇大门，等下一轮竞拍的钟声。留3个可以回来对答案的检查点。第一，这个周日的决赛中场到底停了多久？规则写的是15分钟。第二，往后的世界杯会不会把这种可受暂停继续加下去？第三，这一轮多出来的广告收入会不会在下一次卖转播权时被直接算进底价？这场比赛从来不是一件商品，它是3件。